今天给大家唠唠起包群刘备啊，这个武将牛逼了。众所周知啊，现在三国杀出了很多刘备，仁德济世的彪刘备，施暴血海深仇的神刘备，反向仁德还有点道德绑架的谋刘备，还有这个无能狂怒的新 SP 刘备。就你别说啊，刘备各种各样这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形象还真都被三国杀搞出来了啊，有些设计的还真挺像模像样的啊，蛮契合这个刘备的历史形象。那今天咱说的这个群刘备啊，就是早年平原令时期的刘备，对，县令刘备啊。那这个时期的刘备啊，虽然说做的不是很大的官，但他心里面还是很有抱负的啊，胸怀大志，一面招兵买马，积岛屯粮，扩充自己的势力，一面对百姓勤施善政，抚养生息。从刘备对平原的治理，咱就可以看出来啊，刘备啊还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君主的啊，完全具备为乱世开太平的能力。你看插画中啊，刘备身边有两个正在嬉戏打闹的小孩子，那这就与刘备本身的这个沧桑形象形成了一个对比。我刘备虽然累虽然苦啊，但我让你们百姓安居乐业。对，称号富荣和歌这个词正是在说啊，刘备此时虽然偏安一隅啊，小小县令嘛，但是呢我刘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我有匡扶汉室的伟大抱负，我正在积蓄能量，招兵买马，随时奔赴星辰大海。那咱接着看技能。群刘备四学两技能，一技能积善。那第一个效果呢，就是每名角色的回合限一次，当一名角色受到伤害时，你可以失去点体力并防止此伤害，然后令你与其各摸一张牌。那这个效果很厉害，你受到伤害不用怕了，我刘备直接替你扛啊，咱还都能过一张牌，很踏实呀。你别看这个描述很朴素，那什么9杀、魔皇钟、戒约胜，单次高输出的伤害，那么过量伤害到我这里直接就规避了。那说规避其实都不对，因为你用这个技能，刘备和被杀角色是可以各摸一张牌的。我这个技能效果不仅能起到饱和的作用，我还是一个卖血过牌技。你们费半点劲打伤害，换来的是我4血刘备1血换2牌，这你心里面不难受吗？还要注意一点啊，就这个效果可没说只能给其他角色用，他可以给自己用啊。也就是说刘备自己受到伤害啊，他用这个技能，那就是自己和自己各摸一张牌，直接就是一技啊。并且这个技能啊是每名角色的回合限一次，其实就是每回合限一次，触发频率非常高。就这个效果不仅收益高，它还有很强大的战略意义。就群刘备处在场上，敌方基本上就杀不了刘备方的那些脆皮高收益武将了，那只能先破刘备的防。但刘备掉血，他可以卖牌，也就是说你敌方啊上来只能激活一个卖血将，还没法用高输出伤害去秒他，只能让他一滴一滴的掉。那这什么概念啊？直接就打乱敌方的进攻节奏了。有朋友说我不打单体伤害，我选多刀将。你多刀你也不舒服啊，你打第一下的时候刘备还能用技能啊，你要想舒服的打伤害，你每次都要打多刀，那你哪有那么多资源啊？你能消耗得过刘备吗？不一定。对，那这还只是积善这个技能的1效果，它还有2效果，也是每名角色的回合限一次。当你造成伤害后，你可以在体值最小的角色中选择一名因积善而防止过伤害的角色，然后令其回滴血。对，这刘备还在奉献，还在奉献啊！就你作为刘备的队友啊，你本身就很难掉血了，你要是不小心掉到残血了，我刘备还能给你奶回来。当然啊，这个效果奶队友不是关键，主要刘备啊可以用这个技能奶自己。只要刘备自己是全场体力值最低，且之前用积善给自己挡过伤，那刘备打伤害就可以奶自己啊，我又有狂骨的能力了。那这个条件是不难的，因为刘备一直都在为队友揽伤害嘛，那很容易就会成为全场体力值最低的将。就一个能揽伤害的卖血将还能自己造成伤害回血，这有点牛逼啊。值得一说啊，2效果的这个发动对象，第一个要满足的条件就是全场体力值最低。就如果说你被刘备帮过，之前成为过击杀目标，但你不是全场体力值最低的角色之一，那刘备还是给你回不了血的。全场体力值最低是主要条件，成为过击杀目标是次要条件。那说完1技能啊，群刘备还有2技能震窍。震窍就好说了嘛，锁定技，你的攻击范围加1。古战的无6剑嘛，你没有武器也能杀到线下家或者是上上家。不过这个效果确实不如马术，马术加的是距离嘛，顺手兵粮也算在内。当然啊，这个技能的关键点在于第2个效果，若你装备区没有武器牌，当你使用杀指定目标后，你令此杀结算执行2次。对，一张杀连杀2下，9杀也是连续的2次9杀，结算执行2次嘛，它和使用2张杀还不一样。那看到这儿咱都明白了，
这个刘备啊，他就是一个集输出、生存、防守反击、饱和为一体的一个六边形战士。对，那一个能防守反击的卖血将，还有这么不错的输出用牌技能，有眼棘手啊！这2技能双杀，还能配合1技能回血。就这个刘备啊，要个人能力有个人能力，要团队能力有团队能力，远比很多朋友想的要强。技能触发频率非常高，他绝对是一个超魔将。但是即便他超魔啊，这个武将给我的观感也还是不错的，因为啊，他没有堆砌一些数值，设计师啊巧妙的运用了一些小机制，就让这个武将强了起来，有点当年许攸刚上线的样子。他强，但是我并不讨厌。2个技能的描述也并不复杂啊，就是简单直接粗暴啊，巨好用。或许啊，对于刘备的设计就该是这么一个技能吧，宽仁有德之君，弘毅宽厚之士。刘备呢，他就该是这么一个六边形战士。